皇上，老奴跟您说话呢，您盯着那柱子看什么？能看出一朵花来？突然，大量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入我脑海。原来我魂穿到了大前傀儡皇帝秦政身上。原主沉迷女色无度，胆小如鼠，朝堂大权被魏忠把持，后宫则被皇后掌控。这就是我大前权力最大的奴才，司礼监掌印太监魏忠。他手握东厂和锦衣卫，权倾朝野，民间暗地里都叫他9000岁，连我见了他都得卑微地叫一声魏公。我揉了揉发红发麻的脸，心里却在冷笑。我秦政隐忍了整整10年，天天在这儿演一个只知道吃水银炼丹的弱智皇帝，连挨打都得赔笑脸。今天这窝囊气总算是受够了。检测到宿主隐忍进度条已满，帝王系统彻底觉醒，当前国运5，大局将崩。你这皇帝当的真够憋屈的。新手大礼包到账，获得3000死士，百战精锐，绝对忠诚，已在京城各处潜伏，随时待命。获得洗髓丹1枚，已自动服下，力拔山兮。你的肾力和腰力现在能打死一头牛。洗髓丹入体的一瞬间，我感到一股热流冲遍4肢百骸。原本因为长期沉迷丹药而虚弱的身体，此刻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。我抬起头，迎着魏忠那张阴柔的老脸，第一次直视他的眼睛。姓名魏忠，忠诚度-100。这老烟货正琢磨着过2天怎么把你推进御花园的井里，再扶持个小娃娃登基。魏公。魏忠愣了一下，大概是没想到我今天敢直视他，用这个语气和他说话。皇上有何意义？我缓缓站起，向他面前走去。这老烟货依旧斜着眼，那架势比我这个皇帝还要狂。魏公刚才说国库空虚，给官员发放俸禄的银子不够了。是啊，老奴寻思把今年北境边军的东夷饷银先挪用过来，反正那些人皮厚实，冻不死。老臣这也是为了江山社稷。我抡起了胳膊，反手就是给他一个大嘴巴子。这一巴掌带着洗髓丹的8成力道，伴随着一声杀猪般的惨叫，魏忠整个人像个陀螺一样原地转了3圈，带着几颗带血的老牙扇飞。殿内死寂，满朝文武的官员惊得手里的切板都掉在了地上，跟看怪物一样死死盯着我。皇上，你竟敢打老奴！魏忠，你为臣奴，朕为天子，朕打你便是教你天高地厚，尊卑有别，明白吗？你疯了！我要去太后那里告你忤逆之罪。去告诉母后，之后谁再敢在朕面前指手画脚，朕就摘了他的脑袋。太后驾到！太后在2名宫女和10个御林军的簇拥下，杀气腾腾地走了进来。她眼神如刀锋般刮过满朝文武，最后死死定在我的身上。魏忠原本像死狗一样瘫在地上，一见太后，连滚带爬地扑了过去，抱住太后嚎啕大哭。太后娘娘，皇上疯了！皇上当众扇老奴耳光，老奴也是为了江山社稷呀！你可要为老奴做主啊！太后冷冷地瞥了一眼魏忠那张肿胀变形的脸，眉头微皱，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厉声喝道：魏忠是先帝留下的辅政大臣，你也敢打？你是要气死哀家吗？怎么，你是聋了吗？哀家在跟你说话。母后，儿臣这病似乎好多了。我直视太后的双眼，系统面板弹出：姓名萧慈禧，忠诚度-95。你只是他把持朝政的工具，他已经在考虑让你暴毙，好立个3岁的娃娃当皇帝。秘密：魏忠献给太后的驻颜丹实为慢性毒药，且魏忠暗中掌握着太后私通假太监的秘密。好家伙，这对主仆果然是塑料情谊，各怀鬼胎。来人，皇上发疯病了，带皇上去太庙跪着思过3天。眼见10个御林军逼近，我只是轻轻打了一个响指，我召唤20名死士突然凭空出现。那10名御林军还没来得及拔刀，就觉得脖颈一凉，还有一把刀直接抵在了萧太后的脖子上。这哪里出现的人？母后，魏忠这老狗不仅想毒死你，还知道你和假太监的秘密，而且他给母后您吃的那些驻颜丹里面可是掺了砒霜和铅粉啊！母后最近是不是觉得手脚发麻？那是中毒已深的征兆啊！
萧太后气愤地看了一眼可怜的魏忠，接着我对着死士说道：“听令，将魏忠拖下去斩了，千刀万剐，一灭三族，家产全部查抄，冲入国库。”太后，老奴冤枉，老奴。他看着我的眼神从愤怒变成恐惧，他不知道我为何知道这些秘密。皇上，母后，这大钱的江山还得咱们娘俩好好守着。既然魏忠已除，这朝政大权，母后是不是也该歇歇了？哀家身子不适，既然皇上已然亲政，哀家这就回慈宁宫静养。母后圣明。恭送太后。我坐回龙椅，目光扫视全场，最后停在当朝户部尚书赵福身上，也是一直附和着魏忠要克扣北境边军东夷粮银的头号奸臣。赵福，你掌管大钱国库钱财，但现在国库空虚，拿不出银子给官员发俸禄。但是我听说你和魏忠二人可是富可敌国呢，你们两个是不是把国库的银子都搬到自己家去了？皇上明鉴，大钱连年出兵北境平乱，还连年天灾，如今国库只剩下点老鼠屎了，怪不得微臣啊！赵福啊，赵福，你还把朕当傻子吗？皇上，您这是什么话？老臣两袖清风。启禀皇上，魏忠、赵福府邸已查抄完毕。皇上说的密道位置准确，共查抄白银9000万两，黄金500万两，还有100年以上老琛、东海夜明珠、古玩字画等珍宝。二人府邸共装满了120辆马车。你怎么知道藏在哪里？朕是天子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，天上地下无所不知。传朕旨意，户部尚书赵福结党营私，贪没过库银两，数额巨大，抄没银两全部冲入国库，填补军饷，发放赈灾，押入天牢。明日后午门斩首示众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老臣怕疼，不敢死啊！留老臣一条命啊！老臣会算账啊！诸位爱卿，朕的身体好了，脑子也清醒了。以后谁在背地里把国库当自家钱台子，魏忠和赵福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朕不管你是两袖清光，还是家财万贯，朕的眼睛可是能看到天上地下的。臣等不敢。皇上万岁万万岁！皇上圣明，大钱中兴有望啊！哼，传旨，先拨出100万两，火速送往北境补齐边军东夷粮饷，再拨100万两，给在的所有官员，把欠了半年的俸禄一分不少的发下去。官员们眼睛都红了，当了几年的憋屈官，谁能想到这个一直装疯卖傻的弱智皇帝，一出手就是绝杀，不但抄了贪官，还真给大伙发钱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微臣愿为皇上赴汤蹈火。官员们发自肺腑的激动，有钱拿，谁还愿意跟着阉党提心吊胆？退朝。小李子，引路去后宫，朕去瞧瞧皇后。皇上，方才皇后娘娘放话说皇上您得了失心疯，为了防止您伤人，近期不许皇上您去后宫见他。说我得了失心疯？皇后还说，要是皇上敢闯进去，他就拿先帝赐给他的玉如意打断您的腿。小李子，别怕，前面带路，朕倒要看看怎么个事儿。站住！娘娘有令，您患失心疯了，您不得入内。上。此刻，凤鸾宫香烟袅袅，当朝皇后苏媚尔正慵懒地斜靠在凤榻上，身边的2名贴身宫女正在为她精心修剪脚指甲。她是当朝大将军苏震的独生女，苏家手握重兵，这也是她掌握后宫的底气。秦正，谁准你进来的？来人！来人！
驾！来人！来人！护驾！别喊了，你的人都被朕打趴下了。这是哪来的兵？御林军根本不可能听你的调动。朕的兵，自然是天兵。我爹手握10万大军，你敢动我一根指头，我爹父亲立刻就会兵临城下，废了你这个昏君，天下就是我们苏家的了。这天下是朕的，后宫3000佳丽也是朕的，连你也只是朕的玩具。我看向皇后的眼睛，系统面板声音再次弹出：姓名苏美尔，忠诚度-95，极度鄙视宿主的软弱，甚至觉得跟你呼吸同一片空气都恶心。弱点：欺负苏震，暗中与北京蛮夷勾结，准备造反狱，自立为帝。秦正，你疯了！我爹手握10万大军，你敢碰我一下，苏家军明日就踏平京城。这一巴掌是打你目无君上，公然在宫中治愈朕的行踪。秦正，你居然敢打我！我杀了你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传旨，皇后苏媚尔秽乱宫境，谋害君王，赐死，即刻废除皇后之位，直接拖去斩了。是。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恭喜宿主清理后宫毒瘤，国运振10，当前国运20奖励，天眼通千里之外，可洞察一切，有效范围50里。报！启禀皇上，前线急报，苏震将军进京述职，现已带着5万大军冲着玄武门而出，口口声声说要清昏君，救太后和皇后。清昏君？好，走去看看怎么个事儿。带路，玄武门。我站在城墙上，看着在城外的苏震跨在战马上，身后5万大军气势高涨。皇上昏庸，残害忠臣，禁锢太后，逼迫皇后，我苏震今日为国除害。苏大将军，朕等你很久了。秦正，你抓我女儿作甚？放了她，老臣还能给你留全尸。放了他。苏震，你女儿刚刚已被朕斩首，朕这就送你一程去陪她。昏君，你居然杀了我的女儿！你疯了！你彻底疯了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全军听令，攻进城！全军听令，攻进城！龌龊昏君！我要活剐了他！咱们只有20人多人啊，我们跑吧！哼，朕和朕的死士，一人便是千军万马。苏震叛国，其罪当诛。开城门，降者不杀，敢有反抗者，一个不留。目标：斩首对面5万兵马，优先斩断敌军大旗。什么？什么？这哪儿来的这打扮的人？不过半炷香的时辰，除了投降的3万人，2万大军全军覆没，还有3万投降的叛军跪在地上瑟瑟发抖，连头都不敢抬。他们无法相信，就在半炷香之前，他们还要将这个皇帝踩在脚下，而现在，他们的将军苏震已经成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把苏震挂在城门上示众3天，传朕旨意，愿降者编入神机营，听候调遣；不愿去者卸甲归田。若有异心者，杀无赦。是。皇上万岁！皇上万岁！检测到宿主平定京师叛乱，国运正20，当前国运40，天眼通被动预警触发，
检测到皇宫东北角地下有强烈的微机遇异动，有效时距50里，自动拉近中。视线穿透了层层宫墙，穿透了慈宁宫的地砖，直达地下的隐秘地宫。地宫金碧辉煌，堆满了金砖和奇珍异宝。萧太后此刻正衣衫半退，躺在一个身材魁梧、满脸阴佛的太监怀里。那粗壮的手臂和强悍的气息，不像个太监，倒是像个习武高手。这就是系统之前提示过的太后私通的假太监嫪毐。死鬼，算算时辰，苏镇5万大军应该已经攻破玄武门，砍下秦政那个小畜生的脑袋了吧？太放心，等他杀了废物皇帝，背上弑君的骂名，咱们到时候就给苏镇酒里下毒，把他毒死，对外就说他谋逆。太后您再抱着肚子里的小皇子登基垂帘听政，这大钱的天下彻底就是我们俩的了。魏忠那条老狗突然被那小畜生宰了，吓了哀家一跳，还以为他真得了神明庇护。现在看来，不过是死前的回光返照。等大权在握，哀家要重赏你。好狠毒的老妖婆，好一招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合着苏镇这老家伙在前面拼命造反，太后在后宫的地下室里一边筹划阴谋，一边准备坐收渔翁之利呢。死士听令，死士听令，2000死士接管湘军，清理战场，敢有异动者就地格杀。剩下1000死士随朕回宫。皇上，这里是寝宫，您怎敢带兵？你说，怎么回事？是谁触发了机关？苏镇打进来了！太后莫慌，这地宫只有一条路，不管是谁，就算苏镇亲自来了，凭我的实力也能一刀劈了他。秦昭，你怎么知道这里？你没死？怎么，母后看到儿臣没死，很失望？果然不是你亲生的呀！朕以为母后在慈宁宫祈福，没想到母后竟然在这地宫里跟一个假太监探讨国家大事啊！你放肆！这是哀家的地库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废物皇帝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老子今天就砍了你这废物皇帝，提前请太后上位。你，这不可能！就你还高手，就这点力气？母后，苏镇的5万大军已经被朕吞了，你这个小相好，身子骨好像也不太行啊。现在就剩下咱们俩了，你准备怎么办？哀家虽然是你的嫡母，但也是大钱的太后，是你名义上的母后。你要是敢杀我，天下人会骂你忤逆不孝，大钱的列祖列宗后不会放过你的。名义上的母后，你纵容魏忠把持朝政，给我喂了10年的毒丹药，你撺掇苏镇造反，企图废了我，甚至你还打算把这个假太监的野种生下来，让他坐上大钱的皇位。母后啊母后，这要是让列祖列宗知道了，他们是从坟里爬出来掐死我，还是掐死肚子里的这个野种呢？你连这都知道？正儿，不，皇上，哀家只是一时糊涂，是被这燕儿蒙蔽了心智啊！哀家毕竟是你的嫡母，你就看在先帝的面上，饶哀家一命吧，饶命啊！饶你？
饶你！来人，把太后不，废太后萧氏拖下去，剥去所有封号，打入冷宫那间最破败的柴房。没有朕的允许，谁也不准给他送饭送水。朕要让他好好活着，看着朕如何把这大钱治理的国富民强。是。皇上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，我是你母后啊！你个畜生，你个不孝子，你会遭天谴的！小李子，奴才在，奴才在。朕封你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总管，传朕旨意，这地洞里的所有金银财宝全部搬出去，冲入国库。谢皇上，皇上万岁，万岁！检测到宿主彻底粉碎太后夺权阴谋，国运正30，当前国运70。恭喜宿主获得巨额财富，触发隐藏奖励，查抄太后地下秘密金库，大钱国库充盈度爆表。奖励：神武大炮师门，威力巨大，无限弹药奖励，粮草100万，但附加土豆种子。诸位爱卿，朕的家事处理完了，现在咱们来谈谈国事。苏朕谋反，已伏诛，太后萧氏德行有亏，已被朕废黜。即日起，朕亲理朝政，重新设立辅政大臣。谁有异议？谁有异议？臣等绝无异议。皇上英明神武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没有人敢有异议，连苏镇5万大军都能在半炷香内解决，又解决了太后，已经不是他们印象中的那个废物皇帝了，而是真正的真龙天子。报800里加急！皇上，北京失守了！什么？北京失守？30万北境蛮夷铁骑现已连破3城，距离京师不足100里了呀！完了，30万蛮奴啊！京城现在空虚，大前100年基业全完了！皇上，快让御林军护送您南迁避难吧！闭嘴！闭嘴！逃？朕的字典里就没有这个字。朕御驾亲征。皇上不可！我们大前拿什么去挡30万虎狼之师啊？朕一人便抵得过100万雄师，朕自有办法。大前狗皇帝，听说你疯到把太后和权臣全宰了，现在跑来送死，就你带着3000人，够我手下勇士塞牙缝吗？赶紧跪下叫爷爷，本王兴许留你个全尸。3000人确实怕我的死士累着，所以朕给你带了点土特产。朕给你带了点土特产。那是什么黑疙瘩？蛮狗们，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大威天龙，什么叫真理只在射程之内。听令，给朕开火！10门神武大炮同时发出怒吼，精准砸进蛮夷最密集的冲锋方阵中。巨大的红莲火在敌阵中冲天而起，30万蛮夷兵在跨时代的炮火面前简直不堪一击。残肢断臂伴随着战马的惨叫漫天飞舞。不过半小时，10门大炮不间断齐射，30万蛮夷大军被轰得支离破碎，死伤大半。剩下的1半人直接被吓破了胆，丢盔卸甲，抱头逃窜。剩下的1半人直接被吓破了胆，丢盔卸甲，抱头逃窜。那是天罚！天罚呀！快跑！我的死士如鬼魅般跳起金光一闪，直接将蛮王斩首。剩下的10几万残兵败将彻底崩溃，纷纷跪下。就在这时，系统提示音如仙乐般响起。检测到宿主以摧枯拉朽之势剿灭30万蛮夷，扬威天下，国运正200，当前国运爆满，大前觉醒万邦来朝时代。
走，带路，去后宫选妃。